特斯拉官推说啊，在 fsd 监督可用的地方，自动驾驶不仅仅是在选定的高速公路上 ，anyway 任何地方都可以啊，具备最低的运行成本，被设计成路上最安全的车。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通过免费的无线软件更新，不断变得更好。下面这位网友说，如果他还是监督版的话，他就不是自己开车。特斯拉官推，我怀疑是马斯克本人在发，很会，语言风格有点像。Driving themselves anywhere， 这个是以后会实现的。后面这个定语呢是现在 ，anywhere fsd supervised is available。只看前面半句的话，能够自动驾驶，能够在任何地方开啊。后面加上一个定语是 is available 啊，监督版存在的地方啊，存在监督版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欧洲还没有批准监督版，那么它就不能够自动驾驶啊。有多重含义，玩这个梗，多重含义的这个梗。其实彭博社给出了数据的支撑。彭博的人工智能团队的研究指出啊，特斯拉的单车成本仅为 Waymo 的1/7。尽管与多数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车型一样，特斯拉全自动驾驶仍被归类为 L2 级别，但它距离真正实现完全自动驾驶可能比同行更近啊！这句话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啊，包括视频的评论区啊，一直就说特斯拉是 L4 了吗？啊，如果特斯拉被认定为 L4， 那特斯拉你还买得到300多的特斯拉的股票吗？同样，我可以问这个问题啊，不是针对某一位朋友，而是很多有这种疑问的人，就是特斯拉正是因为它还没有被广泛的接受，还只是小部分人或者说小部分关注它、持续关注它的人，持续去挖掘数据、挖掘这种新闻、整理新闻、持续跟踪时间线的人啊，知道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所以我们选择提前布局。如果你觉得它不够 L4，你甚至觉得它不如 Waymo， 你就别买特斯拉股票就行了。但是我们提前买，我们选择提前买。彭博社也说了，这个句话就可能比同行更近啊。同行指的是谁嘛？就是 Waymo 嘛。特斯拉出色的量产制造能力啊，是其与 Waymo 最大的差异化优势。而 Waymo 正受制于车辆的生产瓶颈啊，当前在美国和欧洲没有任何传统汽车制造商能够在城市道路上提供完全自动驾驶的能力。这张图里面提到的收集到的数据，自从 fsd 上线，特斯拉收集到了30亿英里 ，Waymo 呢收集到了2200万英里。根据Waymo 的最新的论文啊，数据量是决定自动驾驶这个模型它天花板的一个东西啊，这是 Waymo 自己说的。那么天花板在哪里呢？如果说特斯拉是那个天花板的话，Waymo 按照这个比例，你看30亿比2000万啊，大概100多倍的一个差距吧。而且特斯拉还在持续的进化，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的。马斯克也转发了每100万英里一个事故率，来自彭博情报的数据啊，特斯拉是每100万英里 0.15 次事故啊，Waymo是每100万英里呢 1.16， 美国平均水平呢是 3.9。我之前一直说啊，就是说未来特斯拉它需要比人类司机要好10倍，已经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6倍。当然，美国平均水平我只能假设它是一个很低的水平。特斯拉它还在持续进化，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比最好的人类司机还要好很多倍。而这样一个赔率网站呢，它显示啊，有77%的概率特斯拉将在2026之前推出无监督版的 fsd。很多人一直在纠结这个东西啊，到底你有没有无监督版？你到底是 L 几、L2 还是 L4？ 我就是这个观点啊，你可以去看这个概率啊，这个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啊，这个是赌博网站、赔率网站，这是人家用脚投票投出来的。75%的人认为啊，这个是如果他没有做过研究的话，这些赌徒啊，他是不会这样去投的。Waymo 和特斯拉的差距已经无法忽视。越来越无法忽视。随着特斯拉推出无监督版的这样一个概率越来越高，特斯拉的规模效应啊，它会让这个规模完全跟不上啊，完全就你怎么跟嘛？而且它是一个飞轮效应，它的车越多，它的能够自动驾驶的车越多，它就会收集到更多的数据，持续的进化，像一个飞轮一样。而 Waymo 它的造价太高了啊，
就是造成它只能小批量运营的一个关键啊。这位彭博的专家也在这里说啊。The payback is also on cost is about 1/7 of Waymo's. Why were you so focused on that, Steve? Well, I think it's a critical piece in get it on a commercial basis, on a mass scale basis, and also, the payback is also important. If you can produce the cars at a fraction of the price, look, you can get more of these vehicles out on the road, and also, whoever's running them can actually make their money back much sooner. The issue you really highlight is the lack of production of real vehicles by Waymo versus Tesla that just ha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llions on the road already. Is that the key dividing factor here, Steve? That's one key dividing factor. I think technology is also important. Look, I don't want to discount Waymo's technology. I think, they have had a number of cars on the road. It's working.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 issues here and there. But look,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esla's technology and their approach with using cameras, it's just much easier to scale. And especially now, if you look at the recent news, the Chinese are actually opening up the market for them and allowing them to export some of that data, training data, out of China. That's a huge win for Tesla and scaling over the long term. 这是彭博的人工智能专家，他不是汽车专家，他是人工智能专家。他说啊，特斯拉的成本只有 Waymo 的1/7啊。Robotaxi 真正的护城河不是传感器，而是量产成本和规模的效应。第二呢 ，Waymo 还在小批量的一个试运营，特斯拉早已把数百万辆的摄像头车撒向全球，每天在迭代这个数据啊。纯视觉路线啊，是一个硬件非常简单、复制成本非常低的东西。而且中国也放行了训练数据的一个出口啊，之前只能用的数据，网上那些别人上传的视频啊，这都是第三人称，甚至特斯拉全球飞轮啊，已经再次提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就中国放行训练数据出口。你想一下，那些欧洲甚至都还没有放开 fsd 在欧洲的一个普遍的使用啊，欧洲人怎么想？欧洲的那些老百姓啊，会给到这些议员啊，什么政府啊，给到他们压力，赶紧放行。中国的已经放行了，你所谓的这个开放在哪里呀？欧洲。而且呢，特斯拉的成本这么低，它的回本速度会非常快，回本之后快速的去铺开下一座城市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商业拐点，就是让任何运营商能够算得清这笔账啊，会有运营商参与啊，像现在的那个 Uber 一样。而且呢，当量产的红利与这个数据飞轮合体之后 ，Robotaxi 不只是一个新的业务，而是特斯拉的下一波现金机器啊，就是印钞机。全球有200多万辆搭载啊，全球有大概100多万辆搭载了硬件4的特斯拉，这些全都可以变成 Robotaxi 无人出车，它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啊。所以特斯拉的下一波现金的机器印钞机，全球现在已经储备了200多万台印钞机，随时准备好去印钞。所以大家还在纠结这个 L2 和 L4 啊，我们应该迎接一个新的估值体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啊，而且我觉得我做好了这种准备啊。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